在《甄嬛传》中，皇后可以说是十分狠毒，多次残害皇嗣，杀害嫔妃。但其实最狠之人另有其人，那就是皇后的亲姑母，上届宫斗冠军，当今的太后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，为何太后才是《甄嬛传》第一狠人。为了巩固皇室地位以及乌拉那拉氏的荣光，太后首先算计的便是自己的爱情。在除去年羹尧后，皇上便开始谋划除去隆科多。他知道太后与隆科多是旧识，于是来到太后宫中试探太后的心意。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，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，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？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？太后听后便辩驳：既然年羹尧不可留，隆科多就不能再杀，否则后人会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愿皇帝过河拆桥。但皇上听了此话，依旧不改自己的决定，坚持处死隆科多。别人都可以放过，隆科多是非死不可。太后听后更是搬出了孝义仁皇太后。隆科多是孝义仁皇后的兄弟，你名义上的舅舅，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，也该顾及孝义仁皇后的颜面呐。从这儿我们不难看出，太后此时并不想皇上处死隆科多，但是接下来皇上说出的话却让他改变了想法。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，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生命。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，有两小无猜之情。皇阿玛不知，不代表儿子不知。这句话其实暗含威胁，也就是在说，皇额娘，你如今如此庇护隆科多，你们的私情我多少了解。若您继续为他求情，这太后之位怕是不好做了。太后听后显然也听懂了其中深意，所以顾及自身的利益以及家族荣光，衡量之下，太后心中其实已经有了主意。而皇上见太后动摇，便干脆道出此行的目的。至于隆科多，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敬起来，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声明。这番话就是在让太后亲自去除去隆科多。太后自然明白，所以之后太后便决定出宫去找隆科多。二人一见面，太后便说起当年，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，一路又成了德妃，最后当上了太后。由此可知，太后在后宫之中，因为有隆科多的助力，才得以一路高升，最后成功扶持皇上登基，自己也成为太后。在一番感慨之后，太后紧接着就开始了自己的计谋。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，皇上坚持处死隆科多，太后已经求过情，但被皇上拒绝了。隆科多已经是非死不可，那他又为何要在隆科多面前说会设法为他求情呢？因为只有这样，隆科多才能对太后彻底放下戒心。果然，隆科多听后格外触动，当即向太后叩首：“奴才多谢太后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此时的隆科多已经十分感动，自然不会再起疑心。太后显然也知道，于是便开始他最关键的一步。只见他端出饭菜与酒，说道：“这是你最喜欢的竹叶青，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。”有了之前的铺垫，隆科多此时已经非常信任太后。听了此话之后，隆科多就直接拿起酒壶，斟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太后亲自下厨，奴才感激不尽。”太后见他并未饮下，便当即又说了一句话：“在你心里，永远当我是太后，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璧。”此话一出，隆科多便更觉悲哀，感慨万千，接着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化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成璧。
在看见隆科多喝完酒后，太后露出这样一个表情，不难看出太后在见隆科多喝完酒后，先是有些不忍，紧接着便露出一抹笑，因为她知道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。果然，隆科多喝完酒后当场死亡，而她也终于意识到太后此行的目的。这里隆科多的表情可谓十分震惊，他没有想到太后竟然真的能狠下杀手。接着，太后站起身，说出下面这番话：当年你告诉我，献帝不喜欢粉蓝色，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献帝最喜欢粉蓝色。由此可知，太后一直都知道隆科多当年算计自己入宫之事，她岂能不恨？但是她却一直隐忍，因为她知道，若在宫中没有隆科多的助力，自己在后宫中很难生存，自己的儿子也很难登上皇位，所以她装作不知，装作不知道隆科多的算计与利用，装作自己还是把隆科多当作少时的爱人，让隆科多帮助自己一步一步登上太后之位，最后却在隆科多要触及自己的利益时，果断亲手了结。年少初识青梅竹马，也抵不过权柄荣光，太后不可谓不狠。除了爱情，太后对自己的亲情又何尝不恨？九王夺嫡初期，当年的四阿哥，也就是如今的雍正皇帝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可能性登基，而他的母亲德妃就是如今的太后。太后出身乌雅氏，与乌拉那拉氏家族同气连枝，便从乌拉那拉氏挑选自己的亲侄女儿嫁入王府。但因为四阿哥不受宠，便只是挑选了一个庶女进府，这就是后来的宜修皇后。之后雍正势力渐大，太后便决定让嫡女也入王府，以进府陪伴怀孕的庶妹为由，纯元来到了雍正的面前。随后大家也知道，纯元十分得皇上的宠爱，甚至被直接立为福晋。纯元初一入府便夺走了宜修的一切，宜修怎能不恨？他当然恨，不然也说不出这番话。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，被他人一诏夺去；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，也要另属他人。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，臣妾很想知足，可是臣妾做不到啊。由此可见，当初的宜修有多恨纯元，有多恨，下手便有多狠。他才是害死纯元的真凶，便如苏培盛向皇上禀报的那样，只因芭蕉与桃仁、红花等药一样，有破瘀除肿之效，其药性虽不像红花那般明显，但是蒸食的话，其药力会缓缓地渗入食物当中，长久就会伤身呢。另外，杏仁茶里面的杏仁也被换作了会伤胎的桃仁，只因掺在其中，味道难以辨识。而这些东西一直都掺在纯元皇后的饮食中。这件事都是皇后所做，是她亲手害死了纯元和他的孩子。那么在宫中多年的太后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宜修的把戏？但她没有想过阻止，也没有必要阻止，因为她知道纯元的性情很难坐稳后位。乌拉那拉是需要一位皇后，一位能够守住家族荣耀的皇后。毕竟就算纯元去世，还有宜修在。宜修当时不但是仅次于纯元的侧福晋，而且纯元死后，皇上更是会感念于他的情分，立他的妹妹宜修为后。这样一来，于情于理，皇后都必然会是乌拉那拉氏的。太后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，所以在宜修设计伤害纯元时，她就算知道也不会阻止。二人相斗，无论谁赢谁输，对她对乌拉那拉氏百利而无一害。但谁在这场斗争中能赢，其实已经非常明显，显然是心机颇深的宜修。这也正是太后属意的皇后人选。宜修与纯元都是太后的亲侄女，却是太后亲自把他们送入王府，在坐山观虎斗，丝毫不怜惜自己的至亲，为了守住家族荣光与自己的利益，由此也可见太后有多狠。而当年在王府被算计的又何止宜修与纯元？当年在王府的华妃、静妃与端妃，最后可曾成功御下皇嗣？当初太后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储位，自然需要为他谋划。
第一件事便是将兵权收入手中。于是太后便为了皇上纳了华妃、静妃与端妃三人都是将门之女，一入王府便可成功收买人心。但是太后又会想到，既是将门之女，焉知不会养虎为患？在太后与皇上的一次谈话中，我们便可以知道太后的算计有多深。当年年妃有孕，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，焉能不痛？当年的事，既然借了端妃的手，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，就不要再去想了。由此可见，便是皇上与太后策划，让当年已经怀孕的华妃喝下端妃端去的安胎药之后流产。太后接着又提起一件事儿，给年妃送去的药，都是哀家亲手配制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此时太后一定是主谋。如此一来，华妃与端妃便会成为仇人，而华妃向来泼辣嚣张，当然会予以报复。这也就是之后华妃折磨端妃时，端妃说出的那件事儿。当年你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，深夜闯进我的阁中，灌我喝下一壶红花。显然华妃丧子之后，出于报复，便灌端妃喝下红花，以至于端妃终身不孕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让华妃和静妃也失去有孕的可能，这便不得不提到之后太后说的欢宜香。咱们独独赐给年妃的欢宜香，里头那味麝香，早已伤了年妃的根本。太后与皇上赏给华妃的欢宜香，就是华妃多年未孕的根本原因。这味欢宜香中含有麝香，长期点此香者必然不孕。再把后入府的静妃放在华妃房中，二人长此以往，怎么可能有孕？太后为了稳固皇室地位，活生生害了5位嫔妃，这样的心肠如何不狠毒？太后这一生活着是算计，便是在死后也依然在算计。在皇上发现宜修就是害死纯元的真凶时，皇上准备废后，此时孙姑姑却带着太后的遗诏出现。太后遗诏，哀家身后，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，皇帝须谨记，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。这一旨意就是为了保全乌拉那拉氏的荣光，可见太后的城府之深，计谋之远呐。可太后算计一生，到头来也终是一场空。在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发现自己被当成他人的替身，黯然神伤。于是，在生下孩子之后，就毅然决然地离宫。在宫外的日子里，面对着追求自己的果郡王，甄嬛虽然纠结过一段时间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和果子狸在一起。其实，若不是果子狸是甄嬛的小叔子，这也倒可以称得上是一段你情我愿的美好爱情。但正是因为果子狸小叔子的特殊身份，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，甄嬛和果子狸在一起也会引人非议，更何况是在伦理纲常更为严苛的封建社会呢？可以说，甄嬛接受果子狸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，一不小心可能损害的不仅是名声，还有自己和家人的性命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，为什么甄嬛会接受果子狸。第一，甄嬛对果郡王有很高的初始好感。很多人认为甄嬛是在离宫之后，在果郡王的追求之下，才逐渐喜欢上他，并接受和他在一起。其实甄嬛在许久之前就已经对果子狸有很高的好感。看过《甄嬛传》的都知道，甄嬛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想参与选秀的，因为她认为皇上不是自己的良配，但是她耐不过命运的安排，最终无奈进宫。假设如甄嬛的愿，她并没有选上，可甄嬛先是拒绝了长久备胎的温实初，后是看不上天下之主的4大爷，那甄嬛又认为谁是自己的良配呢？这个人便是当时的果子狸。除夕之夜，甄嬛在倚梅园吟诗，无意间遇到了皇上，但那时甄嬛正称病避宠，于是急忙躲开，慌乱间只记住了皇上身上穿着衣服的花纹。事后甄嬛询问槿汐，这道花纹非等闲王爷可用，便误认为晚上遇到的人是果子狸。当时甄嬛评价果子狸说：未进宫前我也有所耳闻，17爷闲云野鹤，精于6艺，笛声更是精中一绝。由此可见，甄嬛其实在闺阁中就对果子狸有些倾心，但甄嬛也知道自己已经进宫，与果子狸没有缘分，这份感情不能存在。再加上后来与皇上相恋，于是甄嬛便将曾经少女时的心动埋在心里。可感情之事哪是能说控制就可以控制的呢？在后宫之中，甄嬛几次遇到果郡王与其结缘。虽说甄嬛一直恪守着自己嫔妃的本分，没有出界，但是对她的好感在不断的增加。
所以甄嬛接受果子狸时才会说：“其实，在宫中时，我已把你视作知己，只是我害怕自己的心。”其实甄嬛早就对果子狸心存好感，只不过是碍于嫔妃的身份，才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。当这份束缚不在，甄嬛当然愿意接受果郡王。第二，果郡王才华横溢，引人钦佩。甄嬛出身不凡，从小受到良好的培养，不仅饱读诗书，更是精通琴棋书画等艺术，而这也就决定了甄嬛对倾慕之人的才艺有着较高的要求。甄嬛与皇上才相遇不久，不过是几次谈论类似于品销的高雅知识，甄嬛便对皇上动心。虽然其中也不乏有着皇上利用果郡王名号，甄嬛对他初始好感高的原因，但这也足以见得甄嬛的择偶标准。而果子狸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。甄嬛在没有见到果子狸之前，和浣碧无意间看到了路边落下的鸽子，询问旁人才知道是果子狸射下的。甄嬛说：“这是京西的野鸽子，以灵巧清洁著称，能一箭贯穿四目，剑法实在精准。”而要知道，果子狸的旗剑之术都是由先帝亲手教的，比皇上还要出色。甄嬛怎能不钦佩？这里甄嬛认识到果子狸的剑术之后，甄嬛被曹贵人算计，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跳惊鸿舞。本来这是一个死局，不管甄嬛跳得好与不好，都可能引人非议。但果子狸突然闯入，并吹着悠扬动人的笛声，让甄嬛跳出了惊艳的惊鸿舞。在这里，果子狸不仅帮助了甄嬛解决危机，而且凭借着悠扬的笛声，让甄嬛印象深刻，并让甄嬛认识到果子狸的笛技。除此之外，果子狸喜好诗书，素有高雅之名在外。甄嬛在逐渐了解后，本就对果子狸欣赏，后来在接触过程中，更是与他有许多共同话题，也难怪甄嬛会对果子狸动心。在甄嬛心死离宫之后，没有带任何东西，只带了一把皇上赏赐的长相思琴。在宫外，甄嬛无意间将琴弦弄断，正懊恼之际，遇见了舒太妃。得知舒太妃能够修好琴弦，便将琴带到了太妃处。琴修好之后，果子狸也在。于是，在舒太妃的要求下，甄嬛弹长相思，果子狸吹长相守，二人合奏，声音让舒太妃听了都不禁落泪，赞叹两人心有灵犀。事后，甄嬛和果子狸在一起，甄嬛告诉舒太妃此事，可她却一点儿也不惊讶。只是你们那一日琴笛合奏，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？心有灵犀这回事啊，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。由此可见，甄嬛接受果郡王也是因为果郡王的才华横溢。其三，果郡王痴情专一，符合甄嬛的要求。甄嬛在倚梅园许愿，其中第一愿是希望家人平安，第二愿是自己在宫中顺利，而第三愿，甄嬛在当时因为被皇上打扰，并没有说出来。但事后她说道：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”从这里不难看出甄嬛对感情的高要求。在剧中，甄嬛明白皇上是天下之主，有众多后宫嫔妃不能专宠自己。但是甄嬛尽可能的去接受这一切，只要皇上对自己是真心实意的。可她最终是错付了。甄嬛发现自己不过是他人的替身，于是黯然离去。本来甄嬛觉得自己不会再相信感情，但她却遇到了专一的果子狸。在宫中之时，甄嬛与果子狸在桐花台相遇，当时果子狸就对甄嬛说出了自己爱的宣言：如果真心对待一人，必定要对其爱护有加，不要使其心伤一丝一毫。这里其实甄嬛就十分认同果子狸的爱情观，可是当时甄嬛满眼是皇上，并未表达什么。但是在出宫之后，二人之间有了可能。甄嬛面对着果子狸的追求，认识到了他的专一和痴心，而这些都是当时自己追求，可皇上却没有的。于是甄嬛动心了，并且决定给自己和果子狸一个机会。可以说，果子狸的痴情和专一也是甄嬛愿意接受他的一大原因。虽说甄嬛和果子狸之间被许多人不看好，但是感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甄嬛愿意接受，果子狸也从不嫌弃。可以说，这也算是一对佳偶。如果不是最终因为种种因素，或许二人会一直幸福的生活下去吧。